我的脑袋一时嗡嗡作响，我只知道他对我有好感，我也愿意跟他做朋友，可是从没有想过会在这个时空嫁给某个人，即使这个人是这个时空的太子。我想摇头拒绝，可是脖子僵硬的无法动弹，只能将视线定格在波澜不惊上，没有接受，也没有拒绝。他看了我一会，没有得到答案，慢慢收回视线，眼睛朝桌下望去，过了须臾后才抬起头，毫无温度地回答：儿臣没有看中任何人，请父皇指婚吧。他真的放弃选择了？让他父亲帮他选老婆？我惊诧地看了他一眼，隐约有些恼怒，这个上官玉为什么不多问一会？也许他多问我一会，我就会心软，就会答应他了。我紧张地看向皇上，面上又不好表示出自己的焦急。皇上看了他一眼，又迅速扫了我一眼，眼中金光一闪，面露神秘。我被皇上一扫，吓了一跳，不敢再直勾勾地盯着他看。皇后一脸暗笑地看着皇上，又似笑非笑地看看我和上官玉。我彻底糊涂了，不由得微微垂首。他们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，皇上才故作沉思良久后的慢慢说：玉儿的婚事，朕和皇后都非常重视。朕想，能配得上我儿的，必须是才貌双全的女子。说完扫视了一眼众人，目光落在我身上道：放眼这朝廷，只有顾丞相的千金与玉儿年龄相近，又相貌毅力，才思敏捷，朕觉得两人非常匹配，故决定将顾方言之女顾彩月指婚给玉儿。不过鉴于玉儿和玉儿年纪尚小，不适宜马上成婚，故等两人再大一点，再择日完婚。终于听到皇上将我指婚给上官玉，我的心突然落了下来。当皇上将眼光落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凶多吉少，现在一锤定音，倒是让我静了片刻后重新跳起来。结束了吗？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我真的要在这里嫁给别人了？然后结婚生子了？众人都以为我是激动的跳起来，毕竟能嫁给太子，这是无上的荣耀，殊不知我心中煎熬，一时五味杂陈。娘亲早已激动地拉着我跪下来谢恩，我脑子里乱哄哄的，想到想必丞相老爹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次的寿宴竟会让女儿的终身定下来。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不会勉强。上官玉等我重新坐回座位上后，附到我耳边悄声说了一句。我没有丝毫震惊地看了他一眼，从他刚才在没有得到我答复之后就没有贸然开口的情形来看，现在皇上这么突然地把我指给他，想必他定是要得到我的同意才会答应这个指婚，否则宁愿不算数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，也许他真的是我在这里一个非常好的倚靠，可是要我真的要这里安心的结婚生子，又有些不甘心。这里毕竟是古代，三妻四妾是免不了的，难道我真的能忍受他以后一个个的往家娶吗？我朝他摇了摇头，这件事以后再说吧，我现在很烦。他眸色一变，忽然认真地看着我，低声道：如果你现在不后悔，以后我就不会让你后悔了。我一震，不解地看向他，他神色变得严肃起来，坚定道：我会让你爱上我，然后心甘情愿地嫁给我，永远跟我在一起。晕，这叫什么话？小屁孩还认真起来了。我无语地看着他严肃的表情，第一次感到他有当太子的架势了。第7章，尤幸，皇后的生日，今年是办得最满意的一次，不仅替自己儿子找到了一个权势滔天的丈人，还替儿子找到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娇妻，想必太子这椅子以后只怕会坐得更稳。这是坊间现在非常流传的一段话，虽然官府已介入阻止，可是仍然传进了我的耳朵，谁也挡不住人们的联想。我嗤之以鼻，皇后与当朝丞相联姻，目的不言而喻。虽然是经皇上的口说出，可是这个决定肯定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。我自从被赐婚后，便躲在了家里。府里来了不少来贺喜的人，我都闭门不见，由丞相老爹和娘亲帮我挡掉。我实在不耐应付这些人，他们只是听到这个消息后来溜须拍马，真正真心来祝贺的没几个。丞相老爹理解我的心情，刚开始听见我被指给上官玉时，脸上一时变幻莫测，直到过了一会儿才说这是好事，要我从现在开始好好学习个门功课，当个合格的太子妃。
我早就猜到他会是这个反应，他虽然宠爱女儿，但是这个与皇家联姻的机会，他不会错过。有丞相老爹的话摆在那儿，我是骑虎难下，不想嫁也得嫁了，不想学也得学了。我愁眉苦脸地捧着本书，对着那些字发呆。哎，为什么穿来时这个顾彩月不长大一点呢？或者干脆索性已经嫁给上官玉了，那我就不用读书，或者干脆死心了。这么不上不下的半吊着，还真是难受哎。我被老爹派人看着学习，他还给我请了京城最好的老师，什么琴棋书画，每门一个老师，轮着给我上，害得我一看见那些老夫子就想逃，就是高考也没被这么逼过哎。春去秋来，转眼1年过去，我被老爹的高压政策果然逼得进步不少。原本顾彩月那2个见不得人的字，现在写起来飘逸从容，言谈举止间也颇有大家闺秀的风范，连琴棋书画都跟着长进不少。老爹非常满意，还特意把皇上和太子请来，名义上是皇上好久不来我们府邸了，让皇上来玩玩，实质上是老爹想让他们看看我培训的成果。我不高兴地撇了撇嘴，我又不是商品，拿出来给他们展示，这老爹训练我的用心也太无情了吧。另外，这皇上也真是，还真的准了老爹的辙，选了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，带着上官玉轻装从简的来了。丞相老爹奸计得逞，笑得春风满面，一大清早就带着我和娘亲在府门口等候了。我神情无趣，百无聊赖地看着空旷的道路。老爹神情愉悦，不时地朝我们微笑。阳光灿烂地照在安静的官道上，远处传来走路的声音。我抬头望了望，看见不远处的官道上2顶豪华的轿子由远及近，几十位侍卫装扮的人分别守在2顶轿子旁，神情严肃。几个下人打扮的人紧紧跟在轿子的前后方，不时地观察周围情况。丞相老爹神色一正，上前几步，我跟娘亲对望一眼，知道是他们来了，也跟上2步。轿子越来越近，终于在我们面前停下，老爹忙迎到轿子旁，嘴里说着：“老爷、少爷好。”下人将帘子一掀，一身普通百姓装扮的皇上出现在里面，他对我们点头一笑，躬身而出。娘和我忙迎到他旁边，躬身请安。皇上微一颔首，朝后面望了一眼。我随着他的目光看去，一身少年装扮的上官玉此时也正掀帘而出，目光与我不经意地撞在一起。第7章游幸2，我周身微微一震，仿佛感觉突然有一道强光射进眼睛。1年未见，上官玉更加英俊了，稚嫩的面容已完全长开，整张脸上英气勃发，剑眉倾斜着入鬓，英朗的眉毛下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眸一错不错地看着我，挺直的鼻梁下弯成一个弧度的薄唇向我展开一个笑容，乍一看完全是一个翩翩风流佳公子的形象，竟让人片刻之间无法移开视线。我呆呆地看着他，不知道该不该上去给他请安。正犹豫间，耳边传来一声轻笑：“玉儿现在看夫君就看得入了神，我看等不到过2年大婚了，要不要现在就把婚事办了吧？”这个声音是皇上的。我回神一看，发现皇上与老爹正含笑看着我们。我脸上一红，被拆穿心事的窘境让我尴尬不已。我转了转目光，胡扯道：“老爷一向待玉儿很好，玉儿心中感激。”蓦然看见长得越来越像老爷的少爷，所以不禁多看了2眼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我的功劳哀。皇上了解的朗声一笑，心情大好。老爹含笑地看着我，摇摇头，对皇上道：“老爷还是快些进屋坐吧，老夫已经备下了茶点，莫要听玉儿那丫头胡扯了。”皇上笑着说了声好，不再看我们，与老爹一起往里走去。我呼出口气，也准备跟着举步往里走，手上忽然像被谁扯了一下，我心中一跳，蓦然回头，看见上官玉正不易察觉地拉住了我的手。我心中一急，看了眼前面的皇上和爹娘，低声问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他眸色一变，靠近我2步，与我边走边问：“不见面的这些日子，你有没有想我？”这小子拉住我就为了问这个。我扁了扁嘴，试图甩掉他的手，可是他抓得很紧，我没有甩掉。“你到底有没有想我？”他穷追不舍，
我脸上一红，怎么说呢？这没见面的1年时间里，我是故意避开与他见面的机会，即使老爹偶尔给我创造机会，我还是不易察觉的错过，目的就是为了想让他慢慢忘记我，也让我考虑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。不过他倒真配合我，我躲着他，他也不来找我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欲擒故纵招数，不过我是真的想让他慢慢淡忘我，也许我就不用发愁了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这些没见的日子里，我真的没想过他吗？我不知道自己的想是属于哪种意思的，反正有时没有事情的时候，脑中就会划过他被我戏弄的模样。你到底有没有想过？说爱他着急的用力紧了紧我的手，我被他抓得一痛，粗声粗气的回答，想了。真的？他一喜，手上又加重了些力道。我疼得皱了皱眉，决定惩罚他一下，便又加了一句，想了你被我戏弄的时候。呀，你干什么？我话音刚落，上官玉还来不及开心完的脸上立刻变了脸色，手上的力道痛得我低呼一声，满眼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克制着未掉下来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哼了一声，是该让你得点教训一边，还是放松了手上的钳制，口气发闷地说，看来我还不够努力，没有让你爱上我。第7章游幸3。我哼了一声，赌气甩掉他的手，他愣了一下，忽然又急走2步拉住我，在我旁边一笑，低声道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还有2年时间，我有把握。我没好气地丢给他一个白眼，不再理他，加快步伐跟上老爹他们。老爹在院子里备下了各种糕点酒水，皇上落座后，即有丫头给他们奉上。皇上与老爹谈笑起来，上官玉恭敬地坐在一旁，不再有刚才拉着我衣服跟我说话的样子。母亲也跟着坐在最后面，坐姿端庄地在一旁陪着，尽显一个丞相正妻应有的风范。皇上和老爹谈了一会，皇上突然将话题转到了我身上，听说玉儿的学识越发长进了，朕看今天风和日丽，玉儿和玉儿就即兴作诗一首，增点气氛如何？好。我还没来得及发表意见，上官玉就先我一步答应了，我一下子被断了退路，头疼地看着皇上。这作诗我倒是还行，可是要即兴做一首，倒是给我出了不小的难题，恐怕我这个后天之才不能脱口而出哀。上官玉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这满园春色，率先吟道，应怜鸡齿印苍苔，小扣柴扉久不开。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好，不错不错，把这满园春色描绘得淋漓尽致。皇上张口笑起来，丞相老爹也是点头赞同，太子才学出众，竟能吟出如此佳句，实在令老夫佩服。老爹依了依手，朝皇上笑道，恐怕小女吟不出这样的诗，要让皇上笑话了。皇上摆摆手，表示随意，丞相不必自谦，你文采出众，千金肯定也不差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我们就找个事情乐呵，又不是科举，随便就好。皇上的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即使当场吟得再不好，也要献上一首，丞相老爹更是不能再拒绝。我不知道皇上所谓何意，定要我吟上一首。我看了他一眼，上前一步，低头垂眸，恭敬道，那玉儿就献丑了。说完，我抬起头，眼光在众人身上转了一圈，几人表情各异。我最后将目光停留在皇上和老爹的酒杯上看了一会，顿时计上心来。我清了清嗓子，缓缓吟出李白的千古名诗，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300杯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钟鼓馔玉何足贵，但愿长醉不愿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90千字欢谑。主人何为言少钱，径须沽取对君酌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我背完李白的千古名诗《将进酒》，众人一片屏息凝神，
丞相老爹惊讶地看着我，呼吸急促。皇上也是满脸惊讶，目光一错不错地盯在我脸上。上官玉更是不可置信地瞪着我，脸上除了错愕还有欣喜。我一时不理解他们的意思，莫非李太白存在过这个时空，已经做出过这首诗了？第8章游幸4，我有些忐忑，心头起伏不定。大约5秒钟后，他们该惊讶的惊讶完了，该惊喜的也惊喜完了，皇上才对我抚掌大笑起来，哈哈哈，月丫头的文采什么时候这么长进了？这首诗简直让我们刮目相看。皇上的抚掌大笑让我怔了一瞬，随即释然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吓死我了。我暗暗在心里松了口气，刚才还以为露馅了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。此时丞相老爹也回过神来，盯着我惊喜的说不出话来。皇上满脸笑容，看了眼上官玉，接着道，不得不说，虽然玉儿吟的诗也不错，可是玉儿的这首更大气，把男儿的那种对酒当歌、豪气万丈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丞相，好诗，好诗啊！皇上一连用了2个好诗，惹得丞相老爹喜不自禁，连连含笑摇头道，皇上谬赞了，小女的诗虽然好，太子的诗更是妙哉。一首赞颂春色盎然的7言绝句，让微臣深为感叹。我看2人各有千秋，不相上下，不相上下呀！丞相老爹厚此薄彼地赞扬了上官玉一番，引得皇上龙颜大悦，心情愉悦地放声大笑起来。我在一旁恭谨的敛眉垂眸，做出一副害羞的样子，心里早已笑翻了天。丞相老爹果然会说话，他怕皇上这么表扬我，上官玉心里不舒服，在顺便客气我的同时，连带的大赞他一番，让上官玉高兴高兴。我悄悄地朝上官玉瞥了一眼，果然见他面露喜色，双眸在皇上和老爹身上来回转悠，神情颇为满足。皇上和丞相对笑了一番，皇上忽然想到我吟这首诗的意图了，便笑意盎然地转向我，问道，玉儿，你是怎么想出这首诗的？这个好回答，只管往皇上身上夸吗？绝对没错。我定了定神，向他扶了一扶，解释道，玉儿看到皇上和爹爹手边的美酒，又看到皇上统治下的楚国春光灿烂，一片繁荣，想到要是在这样的太平盛世，邀3、5好友共饮一壶好酒，实在是一件美妙的事情，心里有了感叹，就自然而然的有了这首诗。我把自己能吟出这首诗的功劳归功于皇上的太平盛世，皇上一听，果然更加高兴，仰天看了看蔚蓝的天空，低头对老爹说，丞相，玉儿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见解和豪气，以后前途定不可限量。丞相老爹闻言眼中金光一闪，含笑应是。皇上叹道，而我们光享受了这美景，却没有想到这么一首诗，看来我们是老喽，脑子不好使了。丞相老爹呵呵一笑，朝皇上做了个揖，皇上和言一个老字，老臣看皇上是容光焕发，精神抖擞，不输他们2个10几岁的小儿，真要说起来，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我们只是没有退步。丞相老爹将话讲得冠冕堂皇，皇上显然很吃这一套，不停地将目光游离在我和上官玉身上，脸上的笑容越发高深莫测。我忽然感到一阵恶寒，这2个人在唱双簧吗？一心把我和上官玉连在一起，句句不离我们怎样怎样，他们又怎样怎样。为了试探他们的用意，我故意露出一副尴尬到不开心的样子，委屈道，皇上和爹爹是在贬我们吗？第8章游幸5，皇上岂会听不出我一个贬字的用意，急忙摆了摆手，岔开话题道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要再说了，再说下去就浪费玉儿作诗告诉我们这美好春光应尽情享受的苦心了，我们喝酒吧。丞相老爹立刻识相的应了声是，和皇上准备品酒。我心里暗自一笑，2人果然是故意的。我故意装作重新开心起来的样子，走上前去，给他们每人斟了一杯，朝他们笑道，那就请皇上和爹爹品酒吧。皇上和老爹对视一眼，呵呵笑着端起酒杯，慢慢饮了一口。我这才退回位置坐下，上官玉立刻拉了拉我，你怎么不给我倒一杯？我假装讶异地看着他，太子也要喝酒？这不适合吧？你还是喝茶吧。为什么我就不能喝酒？他不满地看着我，
我笑了笑，太子刚极弱冠，不宜喝酒，我还是给你倒杯茶吧。我不。他倔强地撇过头，抗议我的不公。看着他任性的样子，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真是个小孩子，非要跟我作对。我试着摇了摇他的衣袖，他不理我。我又试着拉了拉他的衣服，他还是不理我。我没有办法，只得轻轻地喊了他一声，这回他的嘴角有一丝松动，可是仍旧不理我。我呼出口气，算了，这小子非得让我出狠招才行，不然又要耍臭脾气了。我扁了扁嘴，低沉地问道，你真不理我了？他的喉间飞快地滚动了一下，目光闪了闪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忍住了。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心里咦了一声，莫非药剂不够狠？没被吓到。我揉了揉脸颊，重新凑近他耳边，又轻不可闻地掠过一句，其实我是不喜欢喝酒的男子。什么？这句话成功地让他有了反应了，他慢慢地回过头，目光幽深地望着我，一字一句地问我，你说你不喜欢喝酒的男子？我忽然有些不敢直视他的眼睛，心虚地低下头。他的眼神太过专注而认真，仿佛我随便的一句话就会被他当成圣旨。我有些不安，只听他道，好，那我就不喝了。我近乎错愕地抬起头，只见他朝我眨眼微笑了一下，端过我手里的茶拿到自己手里，抿唇喝了一口。我被他的举动惊呆了，他竟然真的为了我的一句话不喝酒了。我的神色有一丝恍惚，真的开始感动了。他忽然又朝我狡黠的一笑，凑到我低声说了一句话，我说过，我会让你爱上我的，我会让你发现我所有的优点。他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愣了一下，忽然猛地反应过来，莫非他是故意这么听我的话的，想让我感动，对他生出好感，然后好让我爱上他。我一时气愤莫名，本想狠狠地打击一下他的气焰，但转眼看到他耀眼的笑容，心底某处忽然松动了一下，一时狠不下心来，只好狠狠地瞪了他两眼，转过头不接他的话。皇上带着上官玉大概在府里玩了1个多时辰后，准备起驾回宫。临走前，皇上意味深长地拍拍我的肩，朝老爹赞叹了一句，你养了个好女儿，就乘着轿子走了。老爹目送着皇上的轿辇离去，才转过身来与母亲和我打了招呼，我们回去吧。母亲看了看我，眼中似喜似忧。我发现她从刚才皇上来后，她一直没有说话，只是沉默地陪坐着。现在看到皇上终于走了，才拉住了我的手，不知是高兴还是担心地对我道，玉儿，你今天的一番举动势必给皇上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，真不知接下来会怎样。第8章尤姓6。哎，我这个娘啊，又在杞人忧天了，不是老爹让我见皇上的吗？接下来还能怎样？当然是按照他安排的步骤一步步走下去了。你又不是第1天认识的老爹，跟我唉声叹气的。我在心里这么想着，嘴上却准备说2句安慰的话。老爹走在我们前面，听见娘的话，回过头接了一句，你不要整天提心吊胆的，玉儿也是我的女儿，我能不为她着想吗？爹的一句话将娘的感叹彻底噎住，她哀怨地看了丞相老爹一眼，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却终究没有说出来。好了，我还有些事要做，你有空就多看看玉儿，教教她女工之类的。我知道你的绣工是当年一流的，请师傅不如请你，等以后玉儿进宫后，这些总是要会的，你有空就教教她。老爹似是无心的一句，却让娘亲的脸上露出一丝喜色，不复刚才的愁眉苦脸，恭敬道，是，我知道了。我眨巴了2下眼睛，老爹的魅力还真大，一句话说的娘亲眉开眼笑的。娘拉了拉我的手，对我道，走到娘那儿去。啊，这又要拉我学去了。我刚通过了皇上的考验啊，也不让我歇歇。我顿时愁眉苦脸起来，娘却兴致勃勃拉着我往她房间走去。怎么办？我不想学啊！我顿时头大的要命，又不好直说，脸上万般不情愿。经过花园时，我知道快要到娘的房间了，再不想办法离开，恐怕就没有机会离开了。我灵机一动，故意放慢脚步，然后一下拽紧她的手，哎呦哎呦，连声叫着朝地上蹲去。娘被我拉的步子一顿，愣了一下才问，玉儿，怎么了？
我朝他露出一个痛苦的神色，左手紧紧捂着肚子，右手微微颤抖，故意将声音放得很低，仿佛不甚痛楚道：“我肚子疼。”啊！娘脸色一变，忙蹲下身看我，着急地抚着我的背，无措道：“怎么突然肚子疼了？刚才不是还好端端的？”我心中暗笑，我不想去学女工嘛，当然要肚子什么时候疼就什么时候疼了。娘看我脸色越发不好，真的心急起来，急忙从地上站起来，紧紧拉住我的手，东张西望道：“你忍一下，娘马上去叫大夫。”什么？他要去叫大夫？我心中咯噔一声，忙用力拉住他，朝他摇头：“不用了，娘，不用了。估计是刚才皇上来的时候，我吃的太多撑着了，回去歇一歇就好，不用叫大夫了。”我急忙拒绝的样子看在娘有些奇怪，她担心的看了我2眼，疑惑的问：“是这样吗？”我点点头，拉住她的手，勉力撑起身子，用稍微精神好一点的状态回答：“我回去休息一下就好，娘不用担心。”她看了我一会，眼中神色变幻莫测，过了好一会才点点头：“也好，那就让丫头送你回去吧。”说着叫来2个丫头，扶着我回房。回到屋里，她又扶着我躺到床上，左右问了半天，才在我再三确定休息一下就没事后，迟疑着离开。看着娘远去的背影，我叹了口气，也许她是发现些什么了，不过无所谓了。对不起，娘，不是我故意要跟你作对，只是连着学了这么久，我想休息一下。我也知道你望女成凤的心意，可是我不是你们以前那个女儿了，没法做到什么事都听你们的安排，成为一个没有生命的木偶。我有我自己的思想，也许我可以试着改变，可是我必须慢慢适应。第9章出游。我歇了几日，当娘再次来看我时，我不能再以肚子疼为由不去学女工，不过能在老爹的眼皮子底下歇上那么几日，对我来说已属不易，想必娘也是替我说了好话，所以我高高兴兴地恢复了健康，跟着娘开始学起了女工。不得不承认，老爹说的话的确不假，娘的绣工确实一流。他先是拿出一幅百花迎春的图，问我感觉如何。我仔细看了看，这件绣品少说也有10几个品种的花卉，朵朵形状各异，色彩斑斓，可是如此繁复的花纹，绣娘却将它绣得栩栩如生，每朵花的花瓣从里面到外面逐渐加深的颜色，变化之细微，宛如天成。这在现代也是幅上品，我啧啧称好，问是谁绣的。娘淡淡一笑，说是她5年前所绣。5年前就有这么好的一手绝活，那现在岂不是更好了？我惊艳地看着眼前这个贵妇，心里暗暗佩服，崇敬之情油然而生，也就专心跟她学起刺绣来。娘当然很高兴教我，但是时间都不会太长。她通常控制在1个时辰左右，因为她知道时间长了，我会觉得枯燥，进而没有兴趣，所以她掌握着尺度。几个月下来，要是摆在现代，我早已调皮耍赖不干了。可是在这里，我竟没有感觉到丝毫枯燥，反而越学越有劲，越学越喜欢，水平也跟着提高不少。娘相当高兴，某日让我拿了一幅山清水秀的绣品到老爹面前去炫耀，我举双手赞同，乐颠颠地跑到老爹的书房。此时老爹手头正有事情在忙，他看了一眼，随口赞道：“绣得不错嘛，这山是山，水是水的。切，这算是夸我呢，还是贬我呢？”我朝娘亲看了一眼，她朝我笑笑，走到父亲身旁，递了一杯茶到他手边，柔声道：“老爷，这幅绣品月儿可是花了半个多月的功夫才绣成的，他就是想绣好了送给您，您看着喜欢吗？”老爹手头正忙，也没去接娘递过来的茶，只是听了他的话，嗯了一声，点点头，喜欢，回头让人裱起来。啥？让人裱起来？这又不是话。我撇了撇嘴，知道老爹的心思根本没放在这上面，不由得意兴阑珊地收起绣品，对娘说：“反正爹爹也不在乎，女儿还是自己拿回去放着纪念算了。”说着就往外走去。娘急得喊了我一声，我没理她，继续往外走。大约走了几步，老爹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：“这样就放弃了，未免太不像我顾方言的女儿了吧？”我脚下的步子一顿，
不解地转过头去，只见老爹一脸笑意地朝我走来。我不过是考验一下你的耐心，怎么说走就走了呢？他这是在考验我。我心中一紧，不由自主地抬头朝他望去，只见他眸中金光一闪，瞬间又恢复了慈祥，满脸宠爱地看着我。我怔了怔神，会是我的错觉吗？刚才的金光一闪，我有些疑惑地低下头去。老爹没再说什么，自顾自接过我的绣品，仔细看了看，赞叹道：“不错不错，真不错，颇有你娘当年的风范。夫人啊，你教得真好。”老爹最后一句话是对娘亲说的，只见娘莞尔一笑，脸上突然出现一抹可疑的红色。我收回心神，心里顿时明白娘让我去炫耀的用意，她是借用了我在爹面前炫耀啊。这对夫妻怎么回事啊？爹最近老是表扬娘，娘又故意引君上钩，莫非两人小别胜新婚，彼此再次体会到对方的好处了，准备重修旧好？第9章出游2。我呵呵一笑，决定不再当电灯泡，回了一句爹爹妙赞了，那就送给爹爹了，一边退了出去，顺便把书房的门关好。既然是这样，那里面好像已经没我的什么事了。正当我的女工大有长进时，秋天不知不觉地来了。秋天对于楚国来说是个好时节，当今的皇上喜欢狩猎，每到这个时候就开始了1年1度的秋狩，王公大臣都要随行来，这是没我的什么的事的。但由于前年我被指婚给上官玉，说起来我也是个准太子妃了，自然得与皇上太子随行。娘亲特意给我准备了行李，还再三的嘱咐我要仔细小心，处处以皇上和太子为主，不可任性。我连连答应知道了，好在老爹也要跟去，我终于可以稍微免去一些娘的唠叨。9月初8，车队从楚国的皇宫出发。我一早就跟着老爹进宫，虽然已经不是第1次进宫了，可是上次进宫直奔皇后那里，根本没来得及仔细看看大楚的皇宫。今天我跟着老爹寅时3刻就到了皇宫，原以为我们已经来得够早了，谁知到了那里才知道，正德殿的广场上已经黑压压的挤满了人。装修的豪华的马车整齐地排列在那里，太监宫女分列两旁，握着兵器的侍卫长长的站成4排，分别守在数十辆马车后面。我知道这次皇上狩猎总共带了1位皇后，2位李贵妃和张淑妃，若干夫人和昭仪，皇子则带了皇后生的太子、3皇子，李贵妃的大皇子，张淑妃的2皇子和陈夫人的6皇子。由于此去的皇子除了上官玉没有成亲外，其他皇子都已成亲，所以皇妃都会跟着去。而我作为准太子妃，也只有跟着去了。老爹将我送到后宫女眷那里，跟我嘱咐了几句就让我过去了，自己则往大臣的队伍中走去。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看见后妃皇妃们个个盛装丽服，神态端庄地站在皇后身后。我朝他们走去，眼角忽然瞥到上官玉正坐在一匹高头大马上，看到我朝他们那里走去，对我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。我想到他上次说会让我爱上他的话，脸上不禁一红，低下头去只当没看见，快步走到皇后面前时行了个礼，柔声道：“玉儿见过皇后娘娘。”皇后朝我一笑，伸手虚扶了一下，慈祥道：“玉儿来了呀，快到本宫这来。”我乖巧地应了一声，我清楚地看到后妃皇妃们的脸上闪过一丝嫉妒。我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，走到她旁边，她亲密地挽起我的手，低低地跟我说起话来。我当然知道他们在嫉妒什么。后妃们嫉妒皇后找到了我老爹这样一个靠山，皇妃们则嫉妒皇后对我的特别关照。皇后与我大约说了一会儿，就被一声皇上驾到打断，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身帝王朝服的皇上正缓缓从正德殿走出，大臣妃子宫女太监们立刻如多米诺骨牌一样，一瞬间都跪了下去。我愣了一下，也急忙跟着跪下，接着就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呼声。第9章出游3。皇上心情很好，笑意盎然的让众人起身，说了一声出发，就登上了他的龙辇。皇后立刻率领众妃分别登车，安排好一切后，自己才坐到了皇上身边。皇上柔情蜜意地拉住皇后的手，低低地在她耳边说着什么，逗得皇后抿唇而笑。
我不得不承认，这对帝王夫妻的感情的确很好，好到让所有人嫉妒。我坐上了为我安排的马车，因为我身份特殊，所以一个人独坐一辆，其他皇妃则分2辆车合坐。我不得不再一次欣赏了皇妃们对我的注目礼，好在我已经被他们看习惯了，一点不紧张。马车装饰得非常漂亮，门口用丝绸纱罩帘垂着，上面挂着流苏璎珞等装饰品，内壁用檀木紫竹做成，散发着木头的自然清香。位置上铺着厚厚的羊绒毯子，虽然有些热，坐起来柔却是软又舒服，可以将马车的颠簸降到最低程度。最令我高兴的，马车整体非常宽敞，足够容纳2个人躺着的长度，让我一个人站了，随便我是躺着还是坐着，都丝毫不感到压抑。马车缓缓启动，因为没有人与我同坐，我赶忙捡了个舒服的坐姿坐下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马车，而且还是这么富丽堂皇的马车，当下让我非常兴奋。我舒服地靠在羊绒毯子上，只是有些发热的后背让微微掀起帘子的一角，吹着清凉的风，看着外面的景色。从皇宫出去不远就是京城最繁华的大街，因为时间还早，而且禁军已经通知了衙门，这个时段一律禁止其他车子通行，所以当车队浩浩荡荡地经过大街的时候，街上一个人都没有。天色微微开始发亮，我靠在舒服的羊绒毯子上睡意四起。今天不到寅时就起来了，一路上急急忙忙，倒也不觉得困，直到现在坐在车子里停了下来，车上行车枯燥，还没有一个说话的人，忽然觉得困意四起，每一次颠簸就像催眠曲一样，让我不得不放下帘子，不知不觉地闭起眼睛，竟毫无知觉地睡了过去。不知睡了多久，只觉得身上暖暖的，身下的毯子柔软又舒服，还徐徐有微风吹来，清凉的感觉让我翻了个身。咦，怎么好像旁边有东西？我迷迷糊糊地想着。不可能呀，明明车子很宽敞的，够我一个睡，怎么感觉有些挤了？我强迫自己睁开眼睛，眼前蓦然出现一个人来。啊，怎么有个人？我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了过来，啪的一下睁开眼睛，腾的一声从毯子上翻身而起，近乎惊讶地看着突然出现在我车子里的上官玉，结巴的连话都不会说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上官玉没想到我会突然醒过来，脸上有一瞬间的不自在，定了定神才说，我看见你的帘子一直掀着，忽然拉了起来，以为你出了什么事，所以进来看看，没想到你监视我。上官玉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惊叫着打断。不是的。上官玉脸上一红，急忙解释道，我没有监视你，只是无意中看到你的帘子掀着。这么说，这小子一直在注意我的马车了。没想到他还蛮关注我的嘛。我看到他微红的脸，漆黑的眸子氤氲着水汽，忽然就想逗他一逗。我皱了皱眉，故意沉下脸看着他，这么说，你一直在注意我了？是。上官玉下意识地答了一句，忽然意识到不对，又急忙补充了一句，其实也不是。我差点笑出来，挑了挑眉看着他，那到底是还是不是啊？第10章行宫。上官玉终于意识到我是在捉弄他，脸色一变，没有生气，却是抬起头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。我被他看得不好意思，低下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，用近乎听不见的声音问，你老看着我干嘛？他没有答我的话，目光反而更加炽热起来。我被他看得心里砰砰直跳，眼光不停地乱瞟，试图找到什么话题引开他的注意力。终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看到了他手上的扇子，大惑不解地问，你拿着这扇子干什么？字还没有出口，我忽然想到刚才睡梦中那徐徐吹来的凉风，莫非就是他给我扇的风？天，我又撞到枪口上了。我顿时一阵面红耳赤，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，打自己几个嘴巴。噗嗤！上官玉看我面红耳赤的样子，也没了刚才的情态，收回目光笑了起来。车里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，我却更加狼狈。逗人没逗成，倒把自己搭进去了。我平静了一下心情，决定问出一个最严肃的问题。上官玉看我面色一震，也不再笑，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。我看了看他，问，
你怎么会在我车里？他看了我一眼，照实回答，我看到你的帘子放下来后，心里不踏实，就过来看了看你。没想到看到你睡着了，我想就让你这么睡着，反正也没人跟你同车。可是这马车帘子上没有栓子，这路上又颠，我怕车子颠着颠着别把你颠出来了，那让人看见了就不好了，所以我决定在这里看着你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刚想点点头，表示一下他对我关心的感谢，忽然想到他这么堂而皇之的待在我车里那么久，不是比我睡着被人看见更被人说闲话吗？毕竟这里是古代，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更让人浮想联翩。我张了张嘴想问他怎么办，可是试了几次都没有问出来。他看我张张合合的嘴，仿佛明白了我的疑问，笑了笑道，反正你早晚是我的人，我待在车子又怎么样，他们不会说什么的。谁说我早晚是你的人了？本小姐不想嫁，谁都不能勉强我。这家伙居然大言不惭地说我早晚是他的人，真是玷污我名声。我没好气地丢给他一个白眼，毫不留情地驳斥他的话，谁说我要嫁你了？你别胡说八道。他歪了歪头，玩味似的看着我，眼中星光点点，难道你还不想嫁我？这可不行哎！他说话的口气悠闲自在，态度却是铁板钉钉，仿佛我就是不嫁也得嫁，嫁也得嫁。我最讨厌这种被人安排命运，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感觉，当下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转过身去不接他的话。喂！他叫了我一声，我没理他。资源熊出品，我冷淡地看了他一眼，发现他的眸中竟然带着一丝无奈与悲伤，心里仿佛被什么触动了一下。我缓和了一下脸色，依旧冰冷地告诉他，上官玉，如果我想嫁你，谁都拦不了，但如果我不想嫁你，谁也不能逼我。所以我们还有时间，我还可以想清楚到底嫁不嫁你，你也有时间好好努力，争取更多让我想嫁你的资本。第10章行宫2，我索性将话挑明，相信以上官玉这么聪明的人，定能明白我的意思。他听完我的一番话，凝眸深深地看着我，眼中波涛汹涌，末了终于答了一句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不会再拿你要嫁我的话开玩笑了，我会顺其自然，你愿嫁我，我会用8抬大轿把你娶回家，你若不愿嫁我，我也不会强逼你。好，果然是大楚的太子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上官玉与我击掌为盟，我望着他坚定的脸，感觉心里的某些防线正在坍塌。我知道自己终究会做出那个决定，只是我需要更多的勇气来坚定我的这个想法，让我无怨无悔地肯定这个决定。马车咯吱咯吱地前行着，上官玉又在我的马车里待了一会，就借故有事先出去了。我知道他是在意了我的话，不想给别人留下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我也没有挽留，点点头就让他出去了。被他这么一搅和，我也没有了睡意，索性掀开帘子看起外面的风景来。因为上官玉是我的未婚夫，所以他骑着马在我马车旁边。他有时会回头看我一眼，但大多数时间他还是目不斜视，眼神专注地看着前方。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话让他有了顾虑，还是他觉得骑马看前面的路比较好。反正他很少朝我看来，倒让我轻松不少，一路上欣赏风景，在羊绒毯子上躺着发呆，也就很快就到皇上这次要狩猎的地方。我从马车上下来，一眼望去，竟是一片望不见边的草原。现在正值初秋时节，大片大片的绿色还未褪去，偶尔有一些发黄的枯枝夹杂在整片的绿色中，竟让人生出一种萧条之美。我惊叹地看着大片绿色，迎着秋风，分外舒畅。此时，皇后已经领着众妃来到皇上跟前，文武百官也依次有序地站好，等待皇上开口。皇上神情愉悦，他看了看草原的景色，大声道：“今年又是丰收的一年。”百官齐声应是，躬身喝道：“皇上英明，福佑大楚，年年丰收，岁岁有余。”皇上朗声大笑，神情颇为满足。我在心里狠狠地鄙视了一把文武百官，这些奉承的话谁都会说，只要捡好听的讲就可以了，说不定皇上一高兴还讲个东西啥的。福佑我大楚，臣妾们恭喜皇上。
我还没比试完，那边已经由皇后领头，众妃们也跟着祝起贺来。他们臣媳们也恭喜皇上，年年有余。大皇子的皇妃估计要我这个慢半拍的太子妃领头祝贺也是白搭，索性以长幼为序，她带领众皇妃祝贺起来。哎，看来我这个准太子妃真是不想当都不行，再下去就没人把我放眼里了。百官和女眷都轮番祝贺完，皇上早已龙颜大悦，大笑着道：“大家车马劳顿，今天就先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正式开始狩猎，吾皇英明。”吾皇万岁！虽然文武百官还是恭敬地回着皇上的话，不过我早已看见一些年轻的武官们脸上露出雀跃的神情，一些人更是已经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了。恐怕不用等到明天，今天安顿好住所后，就有人先去过把瘾了。第10章行宫3。皇上神情愉悦的没再说话，挽起皇后的手就往行宫走去，其他妃子更是快步跟上，生怕落在了后面。皇子们与自己的正妃们对视了一眼，回头看太子。上官玉却是凝眸看着我，眼光一错不错。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也看着他。我们对视了须臾，大皇子走到他身旁，低声提醒了一句：“太子，走吧，父皇已经走远了。”上官玉一愣，猛地回过神来，急忙朝皇上离去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不等别人作何反应，举步快速跟上。众皇子没想到上官玉拔腿就走，都是一怔，反应过来后才急忙举步跟上。众皇妃见状也想跟上，无奈我还没明白过来，硬是顿着不能走。太子妃，你快走啊，不然我们也不能走。二皇妃忍不住提醒了一句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大楚还是讲究尊卑有序的，需太子先走了，皇子才可以走。同理，必须我这个太子妃先走了，他们皇妃才可以跟上。虽然我这个太子妃还没有扶正，但身份摆在那儿，大皇子妃也不敢再次逾越了。我来到自己的行宫，虽然是行宫，可是装修的丝毫不比皇宫的差。我被单独安排在一间靠南的屋子里，上官玉则住在我前面，其他几个皇妃和他们夫君分别住在我的旁边。哎，这明显是打击我吗？让那几对夫妻分别住在我的前面、后面、左边、右边，要是他们晚上轮流运动，让我怎么睡觉？这是哪个笨太监安排的房间？安排成这样？我不满地扁扁嘴，看着皇上身边的小李子点头哈腰地问我感觉如何时，只能勉强牵了牵嘴角，说了一声还不错，总不能把这个原因说出来吧。小李子喜不自禁地连连躬身，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缝。看着他的样子，我忽然明白了，就是这个笨太监给我安排的房间。看着他讨好的笑容，我以想休息了为由，将他哄出房间。他一点不生气，反而笑着说：“那娘娘好好休息，奴才先退下了。”娘娘，我差点一掌劈上去，这个笨蛋瞎喊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嫁给上官玉了？好了好了，你退下吧。我不耐再跟他说什么，挥挥手让他下去。他躬身说是，一面退了出去。呼，终于走了，世界终于清静了。小姐，我屁股还没坐回椅子上，一个宫女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我几乎要跳起来，缓和了好一会儿，才无奈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奴婢听李公公说你要休息了，要奴婢进来服侍你吗？这个李公公不光脑袋笨，还爱管闲事。不用了，我就在躺椅上看看书，不睡觉。门外的宫女静了一会儿，应了声是，不再出声音。我终于可以安心地坐下休息一会了。临近深夜，我睡得正香，隔壁忽然发出的呻吟声吵醒了我。我脑袋一阵清醒，仔细听了听，确定是前面三皇子房间发出的。三皇子，上官玉的哥哥。我的脑中无缘无故地浮现出上官玉的脸，惊得我一下从床上坐起来。该死的，这种情形怎么想到了他？我努力克制下内心的烦躁，重新躺回床上，可是隔壁那个声音一直持续着，直到丑时末才渐渐低了下去，直至消失。于是我模模糊糊地睡了过去。早上被宫女叫起来时，眼睛涩得睁也睁不开。第11章诱惑。我被宫女服侍着洗漱吃早饭，要不是有他们，
我估计狩猎的第一天就不能出现在现场了。我打起精神来到围场，发现皇上和众位皇子大臣们都早已神清气爽的到了。我特别看了一眼三皇子和三皇子妃，发现两人神色如常，只有三皇子妃眉间偶尔闪过一丝嫔，但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我纵观一下场上的所有人，发现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萎靡不振，其他人都精神百倍的样子。上官玉走过来看我，不明所以的问我：“你怎么了？晚上没睡好？”我看着他精神抖擞的样子，有气无力的点了下头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心疼，凑近我又问了一句：“怎么了？睡在外面不习惯吗？还是床铺不舒服？”他这不问还好，一问顿时让我火大了起来。我没睡好，还不是他哥哥害的，一晚上就知道嘿咻嘿咻，一点不考虑隔壁邻居的感受，现在居然还精神这么好。我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还不是你三哥害得。”我三哥？上官玉显然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我三哥怎么了？你睡觉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愤愤的欲言又止，这个笨蛋，那时让我怎么说？上官玉显然被吊起了好奇心，不停地追问我：“你倒是说啊，到底怎么了？如果三哥吵到你睡觉了，我这就去跟父皇说，让他离你远一点。”啥？拿这事去跟皇上说？我还做不做人了？而且就算上官玉有这个脸说出来，我总不能干涉人家的夫妻生活吧，顶多就是我远离他们，万万没有他们远离我的道理。我拉住上官玉的衣服，认真劝阻这方面白痴的某人：“你不要去说，我没事，刚才和你开玩笑的，就是我睡在外面不习惯，所以没睡好，过2天就好了。”他将信将疑地看了我2眼，提议道：“那要不要我晚上过来陪你？多个人总归好一点。”我顿时松开他的衣服，诧异退开一步。这个上官玉是真的一点都不懂吗？我都没那么开放，他倒是开放的过了头。我有些害怕的连连摇头：“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不是说了过2天就会好的吗？”这个人必须干脆的拒绝他，否则以他的性子，晚上真的有可能会过来。上官玉看着我果断拒绝的样子，忽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我不明所以的看着他，他低声笑道：“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只是想晚上过来陪你睡着了，然后再离开。难道你以为？”说到最后，他已经说不出来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一下羞红了脸，要死了，居然想歪了，而且还被他发现了，真是没有比这个更坏的了。他笑得厉害，我尴尬得要命，第一次在他面前这么尴尬。他笑了一会，忽然朝我俯下身来，温热的鼻息扑在我的脸上，顿时让我的耳根子跟着红了起来。他吸了口气，眼眸凝住我微红的脸颊，慢声道：“不过若是你有这个要求，我可以奉陪。”上官玉我又气又急，一把推开他凑到我面前的俊脸，勉强喘了2口气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。第11章诱惑2。玉儿，你们在说什么啊？正当我处境尴尬的时候，皇上的问话及时解救了我。上官玉转过头去，对皇上露出一个纯粹的笑容：“玉儿昨晚没睡好，儿臣正在问他原因。”皇上哦了一声，语调带着好奇：“那你问出原因来了吗？”说着抬头看我：“玉儿要不要朕给你换一间房？”“啊，不用了，谢谢皇上，玉儿只是有择床的习惯，过一阵就好。”我赶忙拉住上官玉，抢在他开口之前把回绝的话说出来，不让他把我刚才的话说出来，否则皇上一听，要是盯住我问原因，那我直接找块豆腐撞死算了。上官玉感觉到我拉他的手，嘴角不易察觉的向上勾了勾，的确没有再说下去。皇上看着我们一个紧张，一个气定神闲的样子，仿佛察觉了什么似的，点点头不再问。好，那要是玉儿实在无法习惯，再跟朕说，朕跟你换。好的，玉儿知道了。我躬身道谢，皇上点头一笑，拉起手里的缰绳，驾的一声，率先驾马而去。其他皇子臣子见状，立刻分头跟上，锣鼓声立刻震耳欲聋的响起。上官玉见状，似笑非笑地看了眼我紧握住他手的手，心情愉悦道：“我也要过去了。”我嗯了一声，蓦然意识到自己还拉着他的手，
忙触电似的放开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笑意，定定地看了我2秒，忽然朝我露出一个迷死人不偿命的笑容，转身上马追皇上而去。看着上官玉的背影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，皇后不知何时站到了我身后，轻轻咳嗽了一声。我忙转过身向她请安，她摆手示意免礼，看着我意味深长地笑起来，是不是有些动心？我不太明白她的动心所谓何意，不过看她这个表情，仿佛是在问我有没有对这样的上官玉动心。我不置可否地朝她笑笑，将视线转向上官玉离去的方向。皇后并没有因为我的没有回答而生气，而是朝我走近2步，凑到我旁边，又轻声加了一句：“皇上跟本宫说了，后天就让大家自由打猎，想要打猎的都可以参加，不论男女身份，只要谁猎得多就可以得到皇上的特殊奖赏。怎么样，有兴趣和玉儿一起得奖品吗？”他这算诱惑我吗？我看着皇后眼中闪烁的期待光芒，既没有特别的心动，也没有打算马上拒绝的意思。骑马射猎，这个对于我来自现代的人来说，的确是一种颇具诱惑力的运动。大家想象一下骑在马上驰骋草原的情景，碧绿的草场如波涛般起伏上下翻动，你催马而跑，瞄准猎物拉弓搭箭，咻的一箭射出，猎物应声倒地，马上英姿勃发的身影迎风而立，的确是一项让人心动的运动。我唇角带笑，想着自己骑在马英姿飒爽的模样，不免心潮澎湃。皇后端庄了一下神情，不再说话，仪态万方地走到观战台。众妃和几位皇妃一见，也跟着走了过去。我走到观战台的一侧，在指定的位置坐下。旁边的6皇妃对我展颜一笑，我也回以她一笑，但彼此并没有说话。第11章，诱惑3。观战台造在草原以东的方向，这里有一座可以说是整个草场最高的山坡，视野开阔，地理位置极佳，低头就是万里草场，遥遥望去看不见边。我随着众人的视线一同朝远处的草原望去，那里皇上正带着一干皇子臣子们进行狩猎。说实话，观战台虽然视野开阔，但是草原太大，距离又远，虽然身处高处，但是并不能看得很清楚，顶多也就听个声，所以这个观战其实有些名不副实。不过反正这些妃子皇妃们对狩猎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兴趣，无非就是看自己的夫君在场上的表现了，所以距离的远距对他们的影响不大，他们只要看见自己的夫君能够斩获猎物就可以了。我远远望去，看见上官玉正和3皇子并驾齐驱，两人正在追逐一只白狐，那只狐狸毛色鲜亮，全身雪白，远远看去仿佛一个绒球。白狐行动非常敏捷，跑得很快，上官玉和3皇子左突右围，好像想把那只狐狸赶进包围圈。无奈狐狸狡猾，借着长长的野草左躲右闪，愣是让上官玉他们的马白白消耗了体力，还是没法把他赶进预定的包围圈。上官玉大概也深知这样绝对无法射到狐狸，于是他一边放慢马速，一边拉弓搭箭，准备先远距离的惊吓一下狐狸。好，聪明皇后轻呼一声，显然对上官玉的这个决定很是赞同。我扬眉一笑，这小子的确蛮聪明的嘛，狐狸本来因为逃命就已经心生畏惧，现在再来跟箭吓他一下，恐怕再狡猾如他，被射死也是早晚的事了。只见上官玉用箭瞄准了狐狸，3皇子在一旁分散狐狸的注意力。咻的一声，箭矢破空而出，险险落在白狐脚边。白狐发出一声惊叫，更为惊慌的逃窜，但是他此时的逃窜已经没有先前的那么冷静了，有些慌不择路。上官玉与3皇子对视一眼，心知已成功了一半，两人催马上前，再次搭弓射箭。咻咻2声，伴随着一声惨叫，两支由带着力道的箭准确地射在白狐身上，箭尾还带着微微颤动。好好好，不知是谁起了个头，在一旁的皇上和臣子都欢呼起来。皇后高兴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紧张的神情化解在激动的喜悦中，不自觉地拉紧了我的手。我微怔了一下，飞快地瞥了他一眼，见他没有什么反应，也就装作不在意的样子了。
太子和三皇子率先猎得一只白狐，让还未有收获的众人蠢蠢欲动。皇上非常高兴，两个心爱的儿子可以率先猎得猎物，他大手一挥，招呼众人努力，众人齐应一声，围场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。皇后满含笑意地坐下，松开了拉着我的手。我淡淡一笑，并不在意皇后的这一拉一放，目光落在上官玉身上。他仿佛有所觉地回头，朝我们所在的观战台看来。我的目光和他在空中碰撞，仿佛只有一瞬间，我感觉一股前所未有的触电般的感觉袭过心头。虽然相隔了那么远的距离，但他漆黑如墨的眼眸仿佛一块磁铁，吸引着我陷入沉沦的最中心。第12章赏赐。2个时辰的狩猎，我们坐在观战台的人只听得擂鼓声声，一下一下仿佛敲击在人的心上。远处的草场酣战激烈，此时没有君王、臣子，有的只是一群在马上激烈围狩猎物，靠着自己技巧拼搏的人。也许这就是皇上每年都要秋狩的原因，既锻炼了臣子的骑射，又让他们有勇于拼搏的心。皇上心情愉快地策马而归，刚毅的脸上充满昂扬，身后跟着满载而归的臣子们。皇后从观战台上下来，笑容满面地迎接皇帝。我一眼看到了跟在皇上身后的上官玉，她的脸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，可是丝毫无损她的英气，反而更添一份成熟的魅力。皇上，您还是一如既往的骁勇善射。皇后轻柔的声音仿佛一潭清泉，涓涓流入皇上的心里。皇上低头对她一笑，刚毅的脸部轮廓奇迹般的柔和起来。这是我第2次看到皇上为皇后展颜了，他每次都能对皇后的话做出最温和的反应，我不禁再次感叹这对帝后的深情。正当我为帝后的深情侧目的时候，一道灼热的视线攫获了我的注意，不用看我也知道是谁，只有上官玉才会目不转睛地盯在我脸上，毫不在意别人的视线。我习惯地成自然地自动忽略，不去关心他的一举一动。皇后永远这么了解朕。皇上面露满意，似乎不顾几位妃子已经微微变了脸色的脸。说罢，皇上和皇后2人并肩朝观战台走去。我本来正准备跟上皇后的步伐，上官玉悄悄拉了拉我，羡慕吗？我故作糊涂地看了他一眼，羡慕什么？他不满地瞪了我一眼，但还是把他问的那句话讲清楚了，羡慕我的父皇母后吗？废话，当然羡慕了，难得这么伉俪情深的帝王夫妻，是谁都羡慕啊。我很诚实的点点头，上官玉的嘴角扬起一抹愉快的笑容，意有所指地说，其实你也可以得到。我吗？和他吗？我笑起来，笑得格外灿烂。上官玉以为我同意他的话，也跟着高兴起来。我笑着笑着，忽然将笑容一收，想到他刚才肆无忌惮的目光，以及自己不自觉的心动，故意刺激道，你又没有你父皇的能力，凭什么让我相信我也可以和皇后一样？上官玉显然被我刺激得不轻，也许他从被封为太子起就很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听到我怀疑的话，不由得有丝恼怒，更有些着急。他不顾众人是否会发现他的举动，紧紧地拉住我的手，压低声音说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比父皇做得更好。对于他的解释，我心中好笑，脸上又不便表示，同样压低声音回答，你这话可是大不敬哦。上官玉气结，狠狠地拽了下我的手。我发现只要他是拉着我手生气的时候，总会狠狠地拽下我的手，仿佛这样就可以让他解气似的。我痛得皱了皱眉，无奈地瞟了他一眼，他这喜欢拽人的习惯，看来我得让他改了，简直太痛苦了。回到观战台，太监开始清点众人的战利品，好让皇上论功行赏。大约半个时辰之后，太监们清点完所有的战利品，捧着一本本子开始奏报，启禀皇上，猎物清数完毕，共计352只。要说猎的最多，当属陈将军，大小共35只，但要是讲到猎物的珍贵度，当属太子和三皇子。第12章赏赐2。哇，都是现代极其珍贵的动物啊，他们居然猎了这么多，真是一点保护动物的观念都没有。我看了上官玉一眼，只见他非常自豪地朝我眨了眨眼。
还高兴呢，真该给他灌输一些保护动物的观念。我朝他丢了个白眼，让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好一会，不理解我干嘛无缘无故的不给他好脸色。不错不错，玉儿和晨儿果然是朕的儿子。皇上朗声笑起来，完全没注意他表扬的2个儿子都是皇后所出，其他妃子的脸色俱是不易察觉的变了变，而后面露微笑，什么都没变的看向2个皇子。其他几个皇子则低着头，一如既往的恭敬如斯，看不出对于皇上表扬2个兄弟的任何表情。皇上龙颜大悦，拿出一柄玉如意，有些为难地看向大家，朕打算把这柄如意赏给最优秀者，可是现在玉儿跟晨儿是猎得最多珍贵的猎物，陈玉是猎的数量最多的猎物，那朕到底该把如意给谁呢？启禀皇上，太子和3皇子猎得如此多珍贵的兽类，自然是给太子和3皇子了。皇上话音刚落，陈玉将军就站出来推却，微臣不过拼了一腔蛮力，在数量上占些优势罢了，所以这柄如意该给太子和3皇子才是。呵，难道是离间吗？让太子和3皇子争夺一柄如意？我仔细地看了看站在下面的陈将军，他面色冷峻，眉角刚毅，一派军人的打扮，这样的人搞离间，似乎不太像那么回事，难道只是单纯的推却吗？我有些琢磨不定，顺势朝上官玉瞥了一眼，他好像也跟我想到一块了。狭长的凤目仔细地看了陈将军一会，才出列道：父皇，儿臣觉得这柄如意该给将军。虽然儿臣与3哥猎得最多珍贵的兽类，可是自古以来，奖赏都是给数量猎得最多的人，而不是给种类猎得珍贵的人，所以儿臣觉得还